講到 Mercedes-Benz 賓士，大家直覺就是德國工藝、奢華還有品質的保證。但你知道嗎？並不是每一顆掛了3星芒廠徽的引擎都是經典傑作，有的引擎隨隨便便都能開個50萬公里不用大修，但有的引擎可能讓你連進廠維修這4個字都還沒說完，就先讓你的銀行賬戶直接歸零。今天這支影片，我們就透過保養廠的真實數據、車主長期追蹤報告，還有累積幾千例的維修案例，直接幫大家盤點賓士史上最爛的3顆地雷引擎，還有最神、最耐操的4顆神機。如果你最近剛好想入手一台二手賓士，拜托你先等等，先把這支影片看完，絕對可以幫你省下10幾萬甚至幾十萬的冤枉錢。在開始之前，先給大家一個概念。數據告訴我們，買對引擎，只要時間到，做基本保養，輕輕鬆鬆開個30萬公里沒問題。但如果不小心踩到雷，可能開不到10萬公里，你就要準備花大錢，整顆引擎報廢重做。接下來我們會告訴你，到底是哪幾顆賓士引擎被稱作錢包火葬場，又是哪幾顆鋼鐵不死鳥引擎，連修車黑手自己都在開。二手車在挑的時候，到底要注意哪些通病？如果真的修起来，行情到底要花多少錢？如果你也喜歡這種最真實不業配的汽車評測，記得先訂閱我們的頻道。那我們就直接從看到趕快逃的地雷引擎開始聊起。接下來這顆就是 OM642 引擎 3.0 升的 V6 柴油渦輪引擎，年份大概在2005到2018年之間。在規格表上，這顆引擎簡直完美，馬力大、省油、運轉質感又精緻，但現實是它根本是車主的錢包噩夢。通病第1號，機油冷卻器油封，俗稱便當盒油封。這個只要台幣幾百塊的橡膠小油封，時間到了必定劣化。一旦它打卡下班，機油跟水箱冷水就會直接混在一起，變成像黑糖真奶一樣的牛奶黑油，把你的引擎內部徹底毀掉。更崩潰的是，雖然零件只要幾百塊，但因為它躲在 V 型缸的正中央，要把大半顆引擎拆光才換得到。工資加一加，直接噴掉台幣10萬到15萬元。但這只是剛開始而已。通病第2號，进氣歧管的歧管翻板 Swirl Flaps， 這些本來是為了讓燃燒更完全的小鐵片環保材質，時間到了就開始脆化斷裂，然後直接被引擎吸進去。它們掉進氣缸後，會像彈珠台裡面的鋼珠一樣瘋狂撞擊氣門跟活塞。相信我，那種金屬敲擊的慘叫聲，你這輩子聽過1次，就絕對不想再聽第2次。只要這件事情發生，引擎基本上就是直接報廢，宣告全損。通病第3號，預熱塞，聽起來好像沒什麼大不了，對吧？這顆引擎的預熱塞會牢牢地咬死在氣缸蓋上，一般保養廠在拆的時候，常常一扭就啪一聲直接斷在裡面。原本只要花個幾千塊就能解決的小東西，現在你得花上好幾萬台幣，請師傅用特殊工具大費周章把斷掉的殘骸挖出來，完全是一場災難。最後還有它的噴油嘴，Bosch 生產的壓電式噴油嘴，換一支行情就要台幣將近3萬元，而這台車是 V6 引擎，總共有6支。費用多少你自己算算看，很多入手這款二手車的車主砸在修車上的錢，早就超過這台車殘值好幾倍了。曾經有一個專修賓士的原廠技師跟我開玩笑說，我這輩子能買房買車，把房貸付清，全都是靠這顆 OM642 貢獻的。最後總結，看到 OM642 引擎，請直接轉身離開，除非你的口袋深不可測，而且手機通訊錄裡剛好存着一個專修這顆引擎的黑手大師。再來聊聊2008年賓士號稱是乾淨綠能的未來柴油科技 OM651 引擎，當時原廠希望它能成為全能神機，從 C-Class、E-Class 到載貨發大財的 Sprinter 箱型車，通通都裝這顆。結果呢，賓士直接交出了一款設計不良的災難傑作。這顆引擎最大的腦殘設計，就是賓士竟然把正時鏈條放在引擎的後半段，直接死死貼着車艙的防火牆。到底為什麼要這樣搞？到今天全台灣的黑手師傅都還想不透。這個決定直接把原本很簡單的保養變成了所有修車廠的噩夢，因為這條鏈條很容易拉長壞掉，而且常常開個10萬公里左右就打卡下班。這時候要換鏈條怎麼辦？師傅必須把整顆引擎從車子裡面調出來，車頭全拆，管線全部拔光，用吊車把整顆引擎拉到外面。一條只要幾百塊台幣的正時鏈條，因為這大費周章的工時，直接讓你噴掉台幣15萬到25萬元的工資。但正時鏈條只是冰山一角，這顆引擎的噴油嘴也是定期在換，換一支行情要台幣1-2萬。這台車是4缸，所以一次就有4支。還有它的 EGR 廢氣再循環閥也是慢性中風常客，動不動就積碳堵死，導致車子突然沒力，排氣過不了。連它的機油冷卻器也超愛漏油，結果又是那個最老套的悲劇，機油跟水箱水混在一起變牛奶。很多車主還抱怨，
這台車發動很陡，而且儀表板上的引擎故障燈簡直像聖誕樹一樣，動不開就給你亮起來。每次回廠插電腦、讀故障碼、檢查費1-2000塊台幣就先沒了，而且通常修好沒多久，過幾天又亮燈。一位專修賓士的師傅就曾經跟我笑着說，這顆 OM651引擎直接供我小孩子一路念到大學畢業。我靠，這顆引擎賺到的維修費比其他所有車款加起來還要多。听到這兒，你應該懂了吧？如果你現在正在看2008到2016年之間的二手柴油賓士，拜托你一定要先查引擎代號。如果上面寫着 OM651，没別的，趕快逃，跑越快越好。再來聊聊 M102 引擎，這是190E 身上的那顆80到90年代經典4缸引擎。講到190E，現在在台灣老車圈簡直是神級的文青信仰。這顆引擎規格看起來很單純，結構簡單，沒有複雜的電子配備，純粹的德國工藝，但實際上它藏了一個致命的設計缺陷，那就是單排正時鏈條。當年別家車廠都老老實實用耐操的雙排鏈條，偏偏賓士要在這裡偷工減料。這條單薄的鏈條開久了必定會拉長，一旦拉長，你冷車啟動的時候就會聽到一陣很明顯的嘎啦嘎啦金屬敲擊聲，聽起來就像有人拿玻璃杯在搖螺絲釘一樣。相信我，這個聲音是引擎給你的最後警告。如果你裝作沒聽到繼續開，鏈條一斷，活塞跟氣門就會直接在大腦裡火車相撞。這種干涉型引擎只要正時一歪，就是直接原地自爆。在台灣要把這顆引擎整顆拆掉，載去唐鋼廠全引擎翻新 overhaul， 現在隨便弄弄都要台幣15到20萬元。但尷尬的是，如果是一台固的普普通通的190E，現在殘值可能也才差不多這個錢。除了鏈條， M102 的氣缸床墊片也超容易沖掉，導致吃水，引擎抓水溫過熱。氣門式蓋墊片更是慢性中風，漏油漏到你家車庫地板，永遠洗不乾淨。連曲軸後油封也超愛打卡下班。很多老車主以前都自我安慰說，老賓士吃點機油正常啦，直到後來才發現，車子吃機油的速度居然比汽油還要快。而且這顆引擎現在在台灣最大的痛點就是零件斷料。M102 太老了，很多零件現在不是貴到中風，就是根本買不到正廠新品，只能去殺肉廠碰運氣。現在光是換一條正時鏈條的代價，可能都快趕上以前買整顆外匯引擎的錢了。更不用說現在全台灣真正懂調整這種老機械噴射的黑手老師傅已經快要絕種了。雖然很多老車情懷玩家還是很愛 M102， 覺得它很純粹，很好修。這話沒錯啦，在它沒壞的時候確實是這樣，但現實是你要拿到一台完全不用大修的 M102， 幾率真的比中發票還要低。如果你在網絡上看到一台賣得很便宜的190E，免懷疑，現在你知道為什麼它賣這麼便宜了吧？除非你想買一台圓夢計劃車，而且本身時間多，銀彈足，心臟夠大顆，否則沒事真的不要處置這種信仰。好了，恐怖故事聽夠了，接下來帶大家來看好消息。賓士之所以能建立起當年的神車帝國，就是因為他們也曾經打造過名留青史的絕對傑作。那些可以開個幾十年，在國外當計程車隨便刷個幾百萬公里都不會壞，到今天還被老車迷奉為神明的不死神機，這幾顆引擎才是賓士耐操開不壞這塊金字招牌的真正由來。接下來就讓我們來盤點賓士史上最頂的4顆不壞神機。首先登場的第一顆神機 M111 引擎，1992到2005年，這顆引擎雖然不是什麼性能焦點，但它最大的優點就是穩到不行。一年過一年，1公里接1公里，它默默地裝在無數台台灣老一輩最愛的 C-Class、E-Class 還有 SLK 敞篷車上。排氣量從 1.8 到 2.3 升的4缸設定到底是什麼讓 M111 這麼特別？答案就是純粹老實，不搞花招。它採用厚實的鑄鐵鋼體，耐操度直接拉滿，搭配輕量化的鋁合金氣缸蓋，還有粗壯絕對不開玩笑的正時鏈條。它沒有現在一堆容易壞的高科技電子垃圾，沒有可變氣門正時，沒有缸內直噴，感應器越少，代表會壞的東西就越少。這種簡單的設計讓它不止耐操，連保養費用都便宜到哭。對 M111 來說，開個30萬公里只是剛好而已，時間到定期換機油，偶爾換個火星塞，它就繼續動。當然了，開到15萬公里以後，进气歧管墊片可能會稍微滲油，或是流量計 MEF 壽終正寢，但這些在外廠都是幾千塊台幣就能搞定的小東西。最厲害的是，當年在台灣賣超好的 Compressor 機械增壓版本，動力更大，但耐操度依舊沒打折。這顆機械增壓本體結構超粗勇，只要好好保養，隨便開個20萬公里都沒問題。很多修車師傅都說 M111 根本就像早期的老柴油引擎，標準的少爺身體長工性命，怎麼操都不壞。
如果你想定居在台灣，需要一台每天风雨无阻，不用擔心每個月跳出高額修車賬單的代步車，選 M111就對了。它根本就是賓士界裡面的 Toyota Corolla 神車 Altis， 雖然不熱血，但絕對最靠譜。第二顆神機，這不只是引擎，這根本是信仰的最高殿堂 AMG M156引擎。這是一顆 6.2 升的 V8 怪物，而且全都是在 AMG 總部純手工組裝。信奉 One Man One Engine 的精神，每一顆引擎都由一位專屬工程師1對1手工打造，上面還驕傲地貼着他的親筆簽名名牌。這不是工廠流水線的產物，這是最高等級的工藝結晶。在2006到2014年之間，這顆 V8 猛獸根據不同車款可以爆發出450到520匹的狂暴馬力，而且它沒有渦輪，沒有機械增壓，是一顆最純粹、完全不修飾的大排量自然进氣引擎。那它的動力輸出極度線性好預測，重點是那無可取代的排氣浪聲，那種低沉、渾厚、帶有肌肉感的 V8 狂吼，真的會讓真男人聽了兩腿發軟。早期的車款2006到2008年確實有過氣缸頭螺絲，俗稱鳥蓋螺絲拉長或斷裂的通病，會導致嚴重的內漏，修起來要花大錢。但賓士很快就發現這個缺點，並在2009年之後的小改款車型上徹底解決。所以2009年以後的 M156 以一顆高性能心臟來說，它的耐操程度簡直不可思議。最讓人佩服的是，買這顆引擎的人通常在台灣都是開 C63 AMG， 而且絕對是重度右腳患者。跑山、大鵬灣賽道日，在國道上補油門狂飆，紅綠燈彈射起步，這顆 M156 通通眉頭都不皺一下。只要你肯花心思顧，開個20萬公里，依舊馬力滿編，完全不軟腳。當然，大商高性能車的保養成本一定比普通車高，全合成頂級機油是基本。如果平常開車很緊繃，愛拉轉，最好每5000公里就把機油換掉，但這代價絕對值得，因為你手裡握着的是最後一塊 AMG 大排量自然進氣 V8 的歷史榮光。在現在這個油電跟小排量渦輪滿街跑的時代，這顆引擎只會越來越保值，是真正名留青史的夢幻神機。接下來登場的是老兵迷心中的終極傳奇 M113 引擎，1997到2012年。如果你想知道什麼叫做同時兼顧現代化、高動力還有變態般的耐操度，這顆引擎就是最完美的教科書。從當年的30到頂級的 SL500， 全都是搭載這顆地表最穩的 V8 心臟，排氣量有 4.3、5.0 還有 5.4 升3種規格。M113 完美坐落於賓士造車工藝的黃金交叉點，它夠現代，能給出漂亮的動力跟合理的油耗，但它骨子裡又夠傳統，保留了結構簡單好修好保養的老靈魂。它採用全鋁合金的鋼體與氣缸蓋，不止重量輕，強度更是直接拉滿，不管你怎麼操都扛得住。獨特的美鋼三氣門設計在性能跟耐用度之間取得了完美的平衡。不過 M113 真正厲害的隱形冠軍是它那套考慮極度周全的水箱冷卻系統。當年在研發時，賓士完全沒在省成本，打造出來的冷卻效率高到嚇人。很多老車最怕的抓水溫、引擎過熱通病，在 M113 身上基本上是完全不存在的。更棒的是，它相对非常好保養，不像現在很多新车為了換個火星塞還要拆掉大半個引擎室的管線。M113 的引擎室空間配置很友善，零件手路很好拿，這意味着保養時可以幫你省下大把大把的工資。硬要挑毛病的話，這顆引擎幾乎沒有通病。有些早期型號的曲軸位置感應器比較容易壞，但在台灣那也就是一個1-2千塊台幣的零件，師傅半個小時就能幫你換好。開到15萬公里以後，气門室蓋墊片可能會有一點點微滲油，但這都屬於正常耗損。在台灣，只要你按部就班照時間照顧，這些 V8 引擎輕輕鬆鬆跑個25-30萬公里，連大修都不用。你只要每5000到7000公里定期換機油，每6萬公里準時換波箱油、變速箱油，這顆引擎的壽命絕對比你的車殼還要長。M113 厲害到什麼程度？現在台灣很多內行的資深賓士玩家在買二手老賓的時候，都是直接指定要找這顆引擎。他們寧願買一台年份稍微舊一點，但骨子裡裝着 M113 的老賓，也絕對不碰近代那些塞滿複雜電子設備的新車。這就是對這顆傳奇 V8 品質的最高敬意。最後壓軸登場的這顆不只是引擎，它根本是車界的活傳奇，柴油界不可動搖的聖母峰歐盟 M606 引擎1993到2001年，這顆 3.0 升的直列6缸柴油引擎直到今天耐操度依舊傲視群雄，完全沒有對手。它到底憑什麼這麼神？
一句話，毫無妥協的機械美學。它搭載了傳奇的 Bosch 機械式直列噴射幫浦，全車幾乎沒有任何會跟你作怪的電子系統。厚實到不講理的鑄鐵鋼體，基本上跟防彈沒兩樣，連氣缸蓋都是為了開一輩子而設計的。整顆引擎的耐用係數嚴重超標，根本找不到壞掉的理由。數據自己會說話，對 OM606 來說，跑個50萬公里只是基本盤，隨便一堆車主連引擎都沒拆過，就輕鬆刷到80萬公里以上。在國外，更有無數台計程車表底里程突破100萬公里，引擎運轉依舊順暢的像新車一樣。最誇張的是，OM606 不只開不壞，它還超級大改，非常有改裝潛力。只要經過簡單的升級，隨隨便便就能壓榨出350到400匹的馬力，而且完全不會犧牲它原本變態般的耐操度。現在全球的改裝圈都封這顆引擎，因為不管你怎麼瘋狂灌增壓值，它通通接得住。它的保養更是簡單到不可思議，每1萬到1.5萬公里換一次好的柴油機油，偶爾想到了換個燃油濾清器，搞定。它沒有複雜的環保廢氣系統，沒有一堆敏感到不行的感應器，更沒有電腦系統整天在那邊發神經，它就是純粹老實，絕對靠譜。現在在台灣搭載 OM606 的老賓士 W124 或 W210-500已經越來越稀有，身價也水漲船高。如果你運氣好，在網絡上看到一台車況好、運轉聲很飽滿的車，別猶豫，直接秒買。這不是在買二手車，這是在儲值你的心靈平靜。很多車主都說 OM606 是他們這輩子開過最省心的引擎，每天就是上車、發動、出發，你完全不需要擔心任何突發狀況，更不用害怕保養廠開出天價賬單。賓士之所以能建立耐操的防彈商譽，全都是靠 OM606 奠定下來的，它就是業界的終極標杆。好了，看完了地雷跟神機，如果你最近剛好想入手一台二手賓士，以下這5大買車心法，拜託一定要拿筆記本記下來。第一步，一定要核對引擎代號，這在行照上面或引擎室的名牌都查得到。第二步，試乘試駕的時候仔細聽，觀察正時鏈條有沒有嘎啦嘎啦的雜音，發動時抖動大不大，剛發動時有沒有吐黑煙或藍煙，這些都是引擎在向你求救的警訊。第三步，翻看保養記錄，檢查前車主有沒有按時保養，用的是什麼等級的機油。相信我，一台有被好好照顧的地雷引擎，絕對比一台被當垃圾操的神機還要安全。第四步，絕對要找專業外廠做買前檢查。雖然找專修賓士的老牌保養廠花個台幣5、6千塊做驗車，但這筆小錢可以幫你省下後面幾十萬的大修費用。有些藏在細節裡的通病，只有專業黑手的法眼才看得出來。第五步，口袋一定要留一筆預備金。再完美的經典神車，時間到了，一些橡膠油封、耗材或濾芯還是會老化。買二手車一定要抓一筆預算，拿來整備和汰換耗材。最後，我們來幫大家快速總結一下絕對要閃的地雷：M102單排正時鏈條災難加慢性漏油中風；OM651腦殘後置正時鏈條加柴油系統大滿貫通病；OM642便當盒機油冷卻器油封噩夢加齊管翻板斷裂地雷，可以閉眼入手的神機 OM606 地表最強防彈不壞神機 M113 最完美的 V8 日常代步黃金傑作 M156。MMG 純手工大排量自然進氣 V8 絕響 M111 賓士版的 Toyota Altis 老實耐操4缸長弓。要記住，再神的引擎不顧也是會變成廢鐵，用好油準時保養，一有異狀馬上處理才是玩車的不二法門。購買二手車先花點小錢找專家驗車，就能幫你省下後面幾十萬的維修無底洞。如果這支影片有幫到你，記得幫我們點個讚、分享並訂閱我們的頻道。我們每周2都會固定更新，帶你看哪些車值得買，哪些車買了會讓你破產。記得開啟小鈴鐺，才不會錯過最在地的買車全攻略。歡迎在下方留言區告訴我，你現在開的是哪一顆賓士引擎，或者你準備入手哪一台，一起在社群裡分享你的玩車心得吧。我是未來科技，我們聊的都是真正的德國傳奇，最真實的車主體驗，絕對沒有收錢說瞎話的垃圾業配。我們下一支影片見，拜拜。記住，聰明買車，你就先贏了一半。